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大晚上把挖机开进 KTV 包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白天干了一天的活，晚上吃了晚饭后，正准备休息，手机上面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电话。接通电话后，老板问我今天晚上还想不想干活？他说就只要把三面墙推倒就行，问我需要多少钱。我说如果只要我把三面墙推倒，不需要装车的话，就只要600。东家说不需要装车，要我少一点，500可不可以？我想了想，500也行，反正只要推倒3个墙，就算再难拆，也只要1个小时就能够搞定。可我刚拆了一面墙，老板就叫了一个拖拉机来了。我就跟老板说，你不是说不要装车的吗？他说本来是不要装车的，但是这个拖拉机临时找到了一个人道建筑垃圾的地方，如果不把这些建筑垃圾装出去，堆在路边也影响车子的通行。老板说最多只有4车建筑垃圾，还给我加100。既然挖机来了，就让我帮他装了算了。老板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好拒绝，就答应了帮他装出去。当我拆第3面墙的时候，这房子中间还有一面墙，会不会这面墙也要拆啊？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东家就跟我说这一面墙也要我拆掉。我就跟东家说这一面墙我就不拆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今天晚上不能干太久。东家就一直在旁边跟我说好话，让我帮他把墙推倒，再给我加200。他说今天晚上已经吵到很多邻居睡觉了，这里靠近菜市场，人流量比较大，白天又不能干，索性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它干完。我看这面墙最多也就2车垃圾，给我加了200，总共800也算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东家叫2个车子过来，一个车子来回要8个小时以上，我拿得等。但是这个货车司机他就不乐意，只准他一个人装。既然这个货车司机喜欢磨我，我就陪他一起磨。我就一直给他挖空气，给他挖了很多斗空气之后，他就自己跑了。趁这个货车没来的空隙时间，把里面剩下的一点点墙敲下来。我左敲敲右敲敲，我右敲敲右左敲敲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敲来敲去，敲了10多分钟，终于把这个墙敲下来了。主要还是我不敢用太大力，怕对挖机的旋转造成损伤。然后把这些建筑垃圾挖出来，坐在挖机上面等了一会儿，这个老六就来了，赶紧装车，装了这一车好下班。已经到了晚上12点钟了，别人都已经睡着了，不能影响到别人睡觉。正当我以为装了这一车就可以下班了，结果老板跟我说房子的后面还有一面墙要拆掉，再给我加400，总共1200。我感觉我今天被这个老板套路了，故意一点一点的让我把事情做完。我看这些站在马路旁边的阿姨都还没有下班，她们为了生活都那么努力，我比他们年轻，那我更加要努力才行。我就又答应了老板，把最后这一点点事情做完。毕竟好人做到底，送福送。哦呵，水管被我挖到了。老板立马过来看了一下，跟我说陈师傅你先挖，等一下我叫个修水管的过来修一下，等一下从挖机里面扣。我直接无语了，先不管扣不扣，赶紧把这2车装了再说。今天晚上如果是多叫了一个车，估计我提前2个小时就下班了。屁这个老六他一个人吃独食磨到现在，挖着挖着又挖到了一根水管，也无所谓了，断1根也是断，断2根也是断，反正都要接。把刚才那一车装满之后，就把里面这墙拆了，然后把建筑垃圾往外面挖出来。刚好车子又来了，就把最后这一车装完。总共装了7车，花了我5个小时。今天被这个拖拉机上了一课，以后再也不跟他合作了。干完收工，赶紧回家睡觉。还请各位老铁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只要我挖鱼塘，很多人都说我不如这个，不如那个。今天我一定要挖一个鱼塘，证明一下自己。开工之前，我们先行3个礼。
不要用斗试它淤泥有多深，直接就开下去。哦吼，这么软，还是要用斗试一下。这个也没有多深，反正没有太平洋深。大致看了整个鱼塘，我就知道这个鱼塘该怎么挖。刚刚下鱼塘的那一条路必须要留着，最后到那里收尾，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上去。本来我的建议是要东家把这些淤泥用车子拉出去，但是东家说他1年的低保还不够我挖1天，让我只要把淤泥堆在鱼塘的4周就可以了。淤泥堆着堆着，它就往下面流。东家就跟我说，让我把表层嘎的土放在外面，把淤泥挡住。一个不会开挖机的大爷竟然在给我上课，教我怎么开挖机。你们说可笑不可笑？没办法，他是东家，我只能按照他说的做。本来东家以为只要堆2米宽的淤泥就可以了，但是淤泥太多，估计现在堆4米宽都不够。这个鱼塘要是再下1个月再挖就好了。泥巴干一点，它就不会像这样挖上去流下来，挖上去又流下来。像这种鱼塘最好的方法就是挖2次。第一次就把泥巴全部挖上来堆在边上，把泥巴撒半个月以上，撒到泥巴用脚踩不下的时候，挖机再来第2次，把泥巴堆齐一点，坡也刷一下，这样挖出来的鱼塘才完美。挖着挖着，挖机差一点卸住了，只有右边的轮子是硬土，左边轮子下就是很深的淤泥，又没有其他东西拿来垫在挖机下面，所以在一个地方挖几分钟就要把挖机开动一下，而且斗里面的泥巴也不能挖太满。我挖鱼塘可是从来没有卸过车，东家也一直在旁边提醒我，让我挖机千万不能卸车。把这个鱼塘的淤泥这样4周堆了这么宽，本来就不是很大的鱼塘，这样看上去更小了。但是鱼塘少一点也没事，主要是要深一点，反正老人家也吃不了多少鱼，能够喂几条一家人吃就够了。现在已经到中午12点半了，东家在我旁边也没有喊我去吃饭，不会又是前2天那个东家一样拿个月饼给我吧？我直接把挖机停了，问东家要饭，不拿饭给我吃我就不做了。东家急忙回家拿了1碗饭给我吃。吃了午饭后，我们继续挖，挖一斗稀的在里面，挖一斗干的在外面，就这样一直挖，一直往后面推。挖鱼塘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把鱼塘里面的淤泥挖上来就行了。鱼塘挖得好不好看并没有什么用，你就算挖得再好看，那个鱼它也不会多长一点，只要保证鱼塘里面有水就行。我挖鱼塘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操作，挖起泥巴就往边上甩，用最简单的方法帮老板把鱼塘挖出来。上面有4、5个大爷一直在看着我挖了很久，他们觉得我挖得还不错，让我挖了这一个鱼塘就给他们去挖。刚好没有活干了，没想到挖这一个鱼塘顺便接了这么多的鱼塘，我要赶紧把这个鱼塘挖完，然后去下一家。这中间的泥巴实在没有地方堆了，先让东家喂1年鱼，明年再来挖。干完收工去下一家，这个东家都等得迫不及待了，还好我留了一条退路没有堆泥巴，挖机就从这里开上去。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是鱼塘没挖前的样子，这是挖好后的样子。每天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觉得陈师傅挖得不错的话，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